你明明拥有着3000爆火神曲，却带着5岁的小女友跑去看别人的演唱会，还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幸运观众。然而在面对当红天后的邀请时，你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了，只因前世身为文娱天王的你，并不想降维打击这个所谓的天后。最主要的是你很享受现在平静的生活，不想因此而被打破。可就在这时，身旁的小女友突然歪着脑袋看着你，然后奶声奶气的开口：“舅舅，你怎么不上去啊？”你摸了摸她的头，一脸宠溺道：“周周，你想舅舅上去吗？”周周点了点头：“舅舅，周周想听你和碧城姐姐一起唱歌。”周周已经好久都没听过舅舅唱歌了，说着说着，他就慢慢低下了头，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。自从妈妈走后，舅舅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闻言，你沉默了。前世，你凭借着出众的嗓门以及和彦祖一般的神颜，出道没多久便坐稳了天王的位置，不料却遭到了小人的算计，喝了好兄弟递过来的一杯开水，嗓子因此彻底报废，官司都还没打，相恋多年的女友又跟好兄弟跑了，还倒打一耙说你之前都是假唱。紧接着你被公司雪藏，然后便是各种天价违约金，这一连串的打击让你无法承受，终日郁郁寡欢，最后选择从珠穆朗玛峰一跃而下。好在上天终究是温柔的，他又给了你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你穿越了，穿越到了这个和前世相差无几的平行世界。只是这里的文娱发展十分落后，屏幕前的你也想穿越吗？发3朵鲜花进行穿越吧。不过你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无趣，上天也很长眼，给了你重新翻盘的机会，还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小棉袄。想到这些，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轻轻玩弄着周周那可爱的丸子头。周周转过头来，略带挣扎地发出奶声奶气的抱怨：“舅舅，你怎么又摸我头？等下发型又乱了。”你微笑着回应：“没事，就是觉得你特别可爱。”说着，你环顾一眼四周，罢了，不过就是唱一首歌而已。既然小丫头想听，那就为她唱上一曲吧。只要不进那娱乐圈的纷扰之地，应该不会对现在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周周想听的话，那舅舅上去唱给你听。闻言，周周露出喜色，立马伸出2只小手鼓掌欢呼：“好爷，舅舅加油，乖乖在这里等我，舅舅等下给你拿签名。”接着，你把他的布偶塞进口袋，在众人艳羡目光的注视下迈向了舞台，眉宇间流露出俊朗与坚毅，身姿笔直而挺拔，步伐坚定而从容，这一切都让人难以移开视线。站在台上的张碧晨在这一刹那竟有种错觉，仿佛你本身就是一颗璀璨的明星。张碧晨暗自调整好呼吸，开始用他特有的方式调动现场的气氛。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你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话筒，镇定自若地开始介绍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叔。你的声音从容优雅，没有任何的紧张和怯场。几句简单的寒暄过后，张碧晨便直接切入了主题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合唱什么歌呢？是我的代表作《月轮》，还是我的成名曲《热热》？这2首歌在张碧晨的歌里算是比较简单的，传唱度也相对较高，只要是他的粉丝基本上都会唱。你尴尬的沉默了。张碧晨的歌原主自然是会唱的，但你却从未唱过。虽然你可以按照脑海中的记忆演示一遍，但穿越这几个月来，你并未开嗓，一时间有些底气不足。张碧晨有些哭笑不得，出声安慰道：“这2首不会的话，你可以选别的歌，只要是我的歌，你都可以选，我可以引领你一起唱。我想想看。”说着，你视线不经意扫过台下的观众，你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柳如烟，那个不仅绿了原主，还擅自将原主的作品占为己有的女人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再一看，她身边站着的是杨伟，你恍然大悟，原来杨伟是无忧公司的经纪人。没想到柳如烟竟然拿着原主的作品签约了无忧这样的大公司，还被带来观摩演唱会，命运真是可笑至极。痴情的人落得魂销天际，而背叛的人却混得风生水起。看着柳如烟，你原本打算随意选一首歌来唱，但此刻你却改变了主意。你开口问道：“我可以不唱你的歌吗？”这个出乎意料的答案让张碧晨眯起了眼睛，他心里不禁有些不悦，难道这人是来砸场子的？他上下打量着你，半开玩笑的提醒道：“帅哥，这可是我的演唱会，没有征得版权许可，不能擅自改变演唱内容，唱3句以上就算侵权了。我不唱别人的歌，我想唱原创歌曲。”张碧晨嘴角轻勾，觉得你这个帅哥挺有意思的，居然是跑到他面前来唱原创歌曲。他好奇地问道：“你的原创作品？”你点了点头，视线扫向内场，只见柳如烟正凝望着你，美目中满是恐慌。你在心底冷笑，当初他剽窃的时候，恐怕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。2人同为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，在一起50年，在创作时，原主从不避讳他。然而柳如烟并不知情，那首歌原是原主特意为他量身定做的，原本打算在毕业时赠予他，可惜柳如烟却以最决绝的方式夺走了那首歌。爬吧，爬高一点，我等着看你从云巅跌落，摔得粉身碎骨。你收回视线，对张碧晨许下承诺：“放心，我不会搞砸你的演唱会的。”你的大言不惭直接引起台下连片呼声，真是老奶奶进被窝，属实给爷整笑了。既然你头铁，张碧晨也不是玩不起，就算你待会鬼哭狼嚎，他也能扭转局面。张碧晨嘴角微扬，开始整活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这位帅哥刚才说打算在我的演唱会上演唱他自己的原创歌曲，大家说我们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？台下沸腾，纷纷起哄。要知道，张碧晨本就是天才型的创作歌手，而你居然敢在原创天后面前班门弄斧。粉丝虽然气愤偶像被挑衅，但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毕竟他们都想看你现场翻车。只有周周紧张地看着舞台上面，眼里尽是担忧。舅舅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张碧晨看着你，似笑非笑。要什么乐器？你环顾一圈，视线最终停留在吉他上。麻烦给我一把吉他，谢谢。张碧晨点头，示意伴奏老师把吉他移到舞台中央。你拨弄2下吉他，开始调试音色。看你熟练的架势，张碧晨不由挑眉：臭小子，装的还挺像，是驴子是马？牵出来溜溜才知道。此刻，张碧晨完全想不到你会给他多么大的惊喜。不知道你打算唱什么歌？你思索片刻后缓缓说道：“孤勇者，加油，祝你好运。”张碧晨拍了拍你的肩，便走下了舞台。随着灯光的汇聚，你整个人气势突变。顷刻间，舞台完全变成了你的主场。在众人的瞩目之下，你深吸一口气，抬起手，轻轻地拨响了吉他的第一个音符。那缓慢而抒情的旋律如同涓涓细流，透过价值千亿的音响设备流淌。
观众依旧沉浸在歌声的余韵之中，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留有泪水滑落的痕迹。直到第一个掌声响起，如同触发了连锁反应，掌声如潮水般汹涌而至，连绵不绝。这一刻，你仿佛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从歌曲的情绪中抽离出来，将吉他交还给伴奏者。随后，你转身向台下深深的鞠躬致谢。此时的张碧晨如梦初醒，他预感到这首歌曲将会引领一个全新的时代，成为一首传唱千古的神曲。随后，张碧晨一步步朝你走来，边走边惊叹：哇哇哇！连续3声的惊叹，说明了张碧晨对你方才的表现有多么满意。大家说林叔刚才唱的好不好听？好听，感动得我头皮发麻了。再来一曲。台下热情回应，粉丝们明显意犹未尽。张碧晨深深凝视着你，毫不吝啬的夸奖。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你今晚的表现，那就是完美，无可挑剔。过奖了，还得感谢您给了我机会表现。张碧晨看着谦虚的你，心中产生浓烈的好奇。看起来年纪也不大呀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，才能让你创作出这样温暖而忧伤的歌曲。他难得再次发出邀请，坦言这是他开演唱会以来首次在粉丝合唱环节被台下观众疯狂呼喊。粉丝这么热情，你要不要再来一曲？你淡笑摇头，不了，感谢大家的厚爱。做人要懂人情世故，这并非你的演唱会。若在别人的主场唱太多原创歌曲，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，那就有些不厚道了。张碧晨闻言惋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谢谢你给我的演唱会带来的巨大的惊喜。你还有没有其他要求？你从口袋里拿出玩偶，我侄女是您粉丝，这是她最爱的玩偶，你可以在上面签个名吗？当然可以。张碧晨大方地接过玩偶，在上面落下签名。签名合影结束，你淡定下台。观众席上的人纷纷给予鼓励，看着你一路迎着光下台，周周开心的要原地飞起。看，这是他周周的舅舅。小丫头懂事的递上矿泉水，满目崇拜的看着你。舅舅，你刚才唱的真好听，好多人都被你感动到哭了。你接过他手里的水，顺便把花和玩偶都递给他。喜欢的话，以后舅舅回去给你唱。舅舅一言为定，骗人是小狗。周周抱着满怀的花忙不迭点头，眼睛亮如星辰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张碧晨这场演唱会是全网实况直播。刚才你弹唱的画面已被粉丝们拍摄剪辑并发布到各大平台，在网络上疯狂传播。不久后，演唱会结束，好不容易回到休息室，张碧晨直接扑到沙发上，助理李红推门而入。张碧晨一跃而起，然后看向他的身后，怎么就你一个？林叔呢？李红无奈摆手，别看了，没来。张碧晨皱眉道，你没跟他说是我要找他吗？说了，但他说太晚了，回去不安全。不过他给你留了名片。张碧晨接过名片，还没细看，经纪人王浩便凑过来抢走了名片。林叔，22岁，江城艺术学院音乐系。张碧晨挑眉轻哼，22岁，年纪跟我挺搭的嘛。王浩白了他一眼，怎么春心萌动了？小祖宗，你就不怕粉丝流失吗？我是实力派，又不是偶像歌手。张碧晨拿着你的名片上下把玩。再说了，我母胎单身25年，谈个恋爱不为过吧？是，你是华语小公主，想谈恋爱谁能阻止得了？张碧晨这个咖位，自主权比其他艺人更多，公司目前并不禁止他谈恋爱，前提是能平衡音乐跟工作。老王，说真的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张碧晨正色道。王浩沉吟了一下，年纪轻轻，才华出众，天王后继有人。闻言，张碧晨扑哧一笑。看完演唱会后，你和周周到家已经接近凌晨了，得到了签名。周周无比兴奋，一下子说张碧晨有多美，一下子说你唱得多好，小嘴叽叽喳喳的一路就没停过。最后实在是太晚了，才在你的催促下去洗漱。讲完睡前故事安抚他睡着后，你才轻手轻脚的出了客厅，从冰箱拿出一听冰啤酒，边喝边打开手机查看信息。一个粉色的猪猪头像，是一个好友添加提示。张碧晨居然真的联系自己，你挑眉按下了同意，但那边没有回应，估计是在忙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你心中有些疑惑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犹豫之下，你还是开了门，发现来人居然是柳如烟，黑长直的秀发，白色的连衣裙，妆容精致甜美。然而你深知，这清纯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爱慕虚荣的心。她为了利益，可以跨在不同的人身上起伏摇摆，而今天她特意按照原主的喜好打扮了一番，显然是有所图谋。想到这些，你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柳如烟似乎对你的冷淡并不在意，她甜美地笑了笑，熟络地说道：“林叔，这么晚了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”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撒娇，仿佛你们之间的裂痕从未存在过。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你不为所动。柳如烟望着你，湿润的眼眶微微泛红，看起来楚楚可怜。林叔，我想你了。你冷笑一声，嘲讽道。柳如烟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们3个月前就分手了，你都跟别的男人睡了，现在来装深情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柳如烟闻言，眉目颤动，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。她哽咽着说道：“林叔，我后悔了。分手之后，我才明白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我已经跟那些人都断干净了。你要是介意，我可以去做修补手术，我保证以后身心都只有你一个人。”闻言，你都有点被气乐了。那些人还修补？你鄙夷地打量他一眼，然后意有所指。柳如烟，你看我像回收垃圾的吗？柳如烟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人这么羞辱过她。其实今天并不是她想来的。演唱会结束后，杨伟给他们开总结小会，期间大肆吹爆《孤勇者》，还提到想要签约你。柳如烟脑子一下昏头，当场自曝说你跟他同届，可以帮忙从中周旋，所以今天来找你。他是得了杨伟的指示的。来之前，柳如烟笃定你还爱他，只要自己滴几滴眼泪，你就会心软，答应他的所有要求。谁知道你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往日的体贴温柔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柳如烟深吸口气，压下满腔怒火，她上前一步，想抓住你的手。林叔，你立刻后退，别碰我，脏。然而令你没想到的是，柳如烟居然扑通一声直接跪下了。柳如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皱眉道，这么豁得出去，看来所图不小。林叔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是一时孤勇者。你也知道，经纪公司来学院挑选过几次练习生，明明我比别人更漂亮，更有才华，但是却一直都落选，就因为我没有背景，所以我没有机会。林叔，卖惨时，柳如烟会仰头观察你的
的反应，做好随时调整语气神态的准备。但说了半天，依旧发现你都是看戏的心态，没有半点心疼。他有点演不下去了，你看得正兴起，别停啊，接着演，这浑然天成的演技，唱歌屈才了，直接拍戏，说不定就是影后了。柳如烟噎住了，幽怨的看着你，林叔，你变了，变了，何止是变了，原主是直接没了。你在内心冷笑，既然你不说了，那可就到我说了。柳如烟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没前途，想分手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是你劈腿往上爬，爱慕虚荣，还要装作迫不得已，现在居然还要我宽容接纳，这不是典型的又当又立吗？你毫不客气的怒怼，也许是被戳中痛处，柳如烟蹭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她卸掉脸上所有伪装，看着你面露讥诮，爱慕虚荣，呵呵，林叔，你告诉我，世上有哪个女人不爱慕虚荣？爱慕虚荣怎么了？荣华富贵有哪个不想？我一没偷二没抢，走到今天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我想过好日子嫁有钱人犯法了吗？柳如烟不服，凭什么别人穿包定杯名牌满世界旅游，她却只能朝9晚5做个社畜？全世界有35亿男人，麻烦你别逮着一只羊来薅。既然你觉得自己没错，你霍霍别人去，别来恶心我。你实在不敢苟同柳如烟稀碎的三观，潜规则居然如此理直气壮，简直是道德沦丧。怪不得世人都说陈老师可能是娱乐圈里最干净的。柳如烟大笑，哈哈哈，林叔，你之所以清高，只不过是缺乏作恶的能力。你因为贫穷而被迫自律，并不代表你品德高尚。如果有个人给你钱，前提是让你睡一觉，面对5万10万时，你可以义正言辞，面不改色。若是给你100万1000万呢？打破原则的就是规则。我不信在面对巨大的诱惑时，有几个人可以坚守原则？哪个女人想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在棍棒下讨生活？柳如烟被各种玩弄时，也曾恶心的想吐。但这个世界，所谓的机会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你适应不了，豁不出去，就换不来机会。如果你今天是来跟我谈这个的，你可以走了，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合。你已经懒得再和柳如烟废话，三观烂到骨子里的人，说什么都是浪费口舌。再说她是原主的前女友，不是你自己谈的。看着你脸上冷漠的表情，柳如烟知道复合无望了，她深吸口气，干脆破罐子破摔。林叔，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这一次是杨伟让我来找你的，无忧公司想跟你签约，你就说柳如烟怎么会突然跑来复合？原来是看到自己身上的价值了，果然是利益至上的女人。我对娱乐圈没兴趣，尤其是有你的公司，我会觉得恶心。你1秒都不想再看到他，转身想走，却被柳如烟眼疾手快拦住。慢着，柳如烟退而求其次，签约不行的话，我要那首《孤勇者》的版权。你这下是真的憋不住笑了。柳如烟，你是怎么做到理直气壮的问我要版权的？你那脸皮是城墙砌的吗？没有理会你的讽刺，柳如烟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合同。林叔，你讨厌我总不讨厌钱吧？分成也好，买断也罢，无忧给你的都是最优惠的价格。你冷脸拒绝，你走吧，我不卖。柳如烟笑着摇晃合同，你看都不看一下就说不卖，无忧给你的可是37分成，这个价格你可一点也不吃亏。闻言你也承认对方给的价格确实很高，诚意方面确实给足了，但是你不耐烦地推开合同。我说了，我不卖。柳如烟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你，为什么不卖？你只是个素人，孤勇者在你手指会砸烂。无忧有资源有人脉，既能让这首歌发挥最大的价值，也能让你名利双收，你丝毫不见动摇。37分成又怎样？我说了不卖就是不卖。柳如烟笑了，被拒复合的玉气突然一扫而空，她晃动手中合同。林叔，我最后再问一次，你确定不卖？你刚准备直接关掉门，旁边却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，不卖。你转头望去，女人身材高挑，一袭长裙勾勒出曼妙的身材，脸上全副武装，看不清真容。她提着2袋礼品，径直地走向两人，被人横擦一脚。柳如烟面色不善，你是谁？女人摘下帽子，取掉墨镜，露出一张神极素颜，你眼里闪过惊艳。张碧晨是歌坛少有的颜值和实力成正比的偶像，一双杏眼熠熠生辉，再加上粉嫩的可以掐出水的皮肤，相比于演唱会上的高贵冷艳，素颜的张碧晨多了几分清纯灵动。不过她该不会一直躲着在看戏吧？你眯起眼，你来多久了？张碧晨面不改色的撒谎，没多久。其实他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柳如烟跪下，这样尴尬的场景，张碧晨自然就不好露面。要不是这女人游说你签约，他是没打算这么快出来的。张碧晨，怎么会是你？柳如烟不敢置信，视线来回在你们两人身上打量，为什么张碧晨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们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他咬唇转头看向你，我就说你怎么变了？感情是绑上大腿了？亏我还以为你有多清高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你脸色一沉，眼里的厌恶毫不掩饰。柳如烟，我真的忍你很久了，你说我也就算了，你别侮辱张碧晨，明明是自己低贱，却把别人看成跟你一样堕落。柳如烟被你的目光狠狠刺痛，好像心底的秘密被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肮脏无所遁形。再看你身边明媚干净的张碧晨，嫉妒的种子在柳如烟心里疯狂滋长。你们要是没关系，那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张碧晨皱眉，我出现在这里很奇怪吗？好歌千家争，孤勇者这样的好作品，我自然是不想错过的。柳如烟怔住了，你也是来买版权的？这首歌真的这么好吗？好到天后都亲自出马？等等，要是版权被张碧晨买走，他怎么跟公司交代？感情现在是谈不拢了，那利益就绝不能落下。不知道碧城天后打算出什么价位？张碧晨看着柳如烟，一脸鄙夷，37分成也敢说诚意十足？你以为这首歌是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流水线歌曲？这样的精良之作，37分成就是在侮辱他。柳如烟咯噔一下，心底骤沉，看张碧晨胜券在握的态度，显然不止37分成。来之前，杨伟给的理想分成是37，实在不行的情况下，可以降到46分成。他笑了笑，故作镇定的试探，碧城天后这么看不起欢意的价位，难不成你开还能到55？他故意往高了说。果然，张碧晨如他所愿的摇头了。柳如烟松了口气，既然大家都是46分成，那他就还有机会。下一秒，柳如烟就知道自己高兴的太早了。
如果单纯谈分成的话，我可以给3期分成，不过是林叔7我3。张碧成平静地说道。怎么可能？柳如烟脱口而出。她看着张碧成，一脸你疯了的表情。7、3分成，市面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有这个价格。什么时候音乐制作人的身价这么高了？更别说林叔只不过是个新人。我既然都说是精良之作，起码7、3分成才对得起这首歌的身价。张碧成看向你，诚意满满。当然了，林叔要是还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再谈。毕竟这次我是奔着交朋友来的。言下之意，7、3分成还不是最高的价格。柳如烟这下是真的无法理解了，她喃喃道：“你是在骗我对不对？就一首歌，就算是大师级别，娱乐圈也没有这样开价的。”不止柳如烟不敢置信，这下就连你都有些怔住。虽然你知道《孤勇者》确实值得，但跟经纪公司合作的话，对方能开出5、5分成都已经是诚意十足了。虽然你没有想过卖版权，但不得不说，这张天后确实很有眼光。你这次来就是为了跟我谈这个。张碧成也不隐瞒，直接说出今日的目的。林叔，我这次上门，版权合作还是其次，我最主要是想跟你谈签约的事。签约？居然又是签约？林叔有什么好的？难道自己真的错过了一个巨大的潜力股？这一刻，柳如烟有些脱力。对了，林叔刚才说过不想进娱乐圈，认识林叔这么久，他从来不撒谎，碧城天后肯定也会和他一样被拒绝。想到这，柳如烟面上又有了笑容。碧城天后，原来你也想签约林叔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林叔刚才说了他不想进娱乐圈，你斜睨他一眼，对他那副嘴脸实在有些作呕，所以你转头就邀请张碧城进屋。张碧城，你先进屋，合作的事我们等下慢慢谈。好，张碧城点头，拎着东西大方进屋。看着张碧城的身影消失在门后，柳如烟脸上的笑容瞬间皲裂。林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可以进去，我不能进去？我也要进去。说完，柳如烟就想跟着进去，你身子一侧，直接挡住他。柳如烟，你闹够没有？不够。柳如烟用力大喊，凭什么我拼尽全力，甚至不惜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的东西，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有人捧到你面前？积压许久的怨恨，此刻像山洪爆发而出。柳如烟失去理智，开始口不择言。林叔，你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把今天的事说出去。你沉着脸警告。柳如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柳如烟挑衅地看向你，我猜媒体一定对天后张碧成出入单身男公寓的爆料很感兴趣吧？你指向头顶，语速不快却字字冰冷。柳如烟，看清楚了吗？这里有摄像头，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都被摄像头完整记录下来了。如果让我知道你散布谣言，哪怕只是一丁点，我都会放出这段视频，让你身败名裂，受万人唾弃。柳如烟怔住，林叔，你威胁我？你冷冷地看着柳如烟，不是你先威胁我的吗？最后奉劝你一句，站在金字塔顶尖跳舞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毕竟睡一觉就能得到的东西，摔一跤可能也就失去了。说完，也不管他作何反应，你直接转身回门。进屋后，张碧成好奇地打量四周，房子不大，家具也有些老旧，但收拾得干净整洁，看起来颇为温馨。周周早已被门外的争吵惊醒，此刻正趴在沙发后面偷瞧。姐姐，你是谁？他觉得眼前的漂亮姐姐有点熟悉，但是又想不起来她是谁。张碧成这才发现被沙发挡住的周周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可爱到爆炸。喜欢小朋友的张碧成瞬间就被萌化。哇，妹妹你好可爱。你好，我是张碧成。周周眨眨眼，这才认出张碧成，他瞪大眼睛捂住嘴惊呼，你是大明星张碧成？张碧成点头，走过去把礼品放在茶几上。小可爱告诉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周。周周乖巧地回答着。张碧成半蹲下来，视线和他齐平。那你是林叔说的那个妹妹吗？兔子娃娃的主人。周周摇摇头，奶声解释，你说错了，林叔不是我哥哥，他是我舅舅，不过兔子娃娃是我的舅舅。原来不是妹妹啊。张碧成左右环顾一圈，那你爸爸妈妈上班了吗？周周有些落寞。周周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妈妈，在3个月前去世了。周周现在只剩下舅舅一个亲人了，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了爸爸妈妈，真是太让人心疼了。对不起啊，碧城姐姐不是故意提起你的伤心事的。这样吧，碧城姐姐送你个小礼物，就当是赔罪好不好？她拿出一个粉色的礼品，这是赞助商送的发卡之类的小首饰，你打开看看喜不喜欢？给我的。看着眼前包装精美的礼品，周周有些受宠若惊，但还是摇了摇头。碧城姐姐，我不能要，舅舅说过无功不受禄，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。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，张碧城这下更喜欢了。他摸了摸周周的头，那是别人，可我们是朋友啊。周周瞪大了杏眼，我们是朋友？电视上的大明星来他家，还要跟他做朋友？感觉就像做梦一样。看着周周黑白分明的懵懂双眼，张碧城真的有种套麻袋把他打包回去的冲动。对啊，朋友之间送东西是很正常的来。碧城姐姐打开给你看，你进来时看到的就是2人挨着头嘀咕的画面。看见你，周周兴奋地把盒子捧高。舅舅，碧城姐姐送我的发卡好漂亮，亮晶晶的，你眼力极好，一眼就看到盒子里都是些小女生的东西，不灵不灵的，看起来就价值不菲。你微微皱眉，不赞同的看向张碧城。周周年纪还小，你怎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？张碧城眼神一闪，这些都是赞助商送的小礼品，不贵的。看你还是盯着那些发饰。他侧身挡住，顺便转移话题。那个，你前女友她走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没看。此时周周接过了话题，舅舅，我饿了，想吃饺子。你看了眼时间，昨天吃晚饭比较早，这个点饿肚子也是正常。于是你招呼张碧城坐下后就走向了厨房。10几分钟后，你端着2大盘饺子走了出来。周周开心地跑向餐桌，一边跑还不忘问向张碧城，碧城姐姐，你吃过早饭没有？张碧城一愣，下意识回答，没有，我最近节食，不怎么吃东西。你上下打量张碧城，然后皱眉道，你太瘦了，用不着节食。再说不吃东西对胃不好，很容易变成胃炎的。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和我们一起吃点。你五官清俊，脸上的关切之色温柔自然。张碧城生不起拒绝的心。转念一想，演唱会都结束了，确实也用不着节食了。那我吃一点吧，麻烦你了。你回到厨房多拿了一副碗筷，3人就像一家3口一样坐在一起吃饺子。周周看看你，又看看张碧城，觉得2人说不出的般配，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了一圈，突然脆生生的开口，碧城姐姐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张碧城把饺子吞进去后才道，没有，姐姐还没谈过恋爱呢。你诧异的望过来，你还没谈过恋爱？张碧城瞪你一眼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没谈过恋爱很奇怪吗？你赶紧解释。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以你的条件，身边肯定不乏优秀的追求者。张碧城没有隐瞒，确实很多追求者，
但是目前没遇到合适的。一开始是年纪小，一门心思只扑在音乐上，后来开窍后，发觉娱乐圈是个大染缸，鱼龙混杂，男女关系混乱不堪，见得多了，恋爱的心思自然就淡了。圈内都流传他高冷难追，其实真不是。了解张碧晨的都知道，他对待感情挺保守的，宁缺毋滥。周周插话道：“舅舅单身，碧晨姐姐也单身，要不你们凑在一？小孩子多吃饭，少说话。”你直接塞一个饺子打断他，并警告地看他一眼。迫于淫威，周周只好把到嘴的话噎回去，嘴巴嘟嘟地看着你。张碧晨看他神色幽怨，瞟了你一眼，他还小呢，你干嘛凶他？周周乖，别理你舅舅，姐姐陪你聊天。周周咧嘴一笑，露出2颗可爱的虎牙。看两人有说有笑的吃东西，你简直哭笑不得。你没想到张碧晨这么喜欢周周。其实原主以前带柳如烟来过家里一次，进门后屁股都没坐热，柳如烟就找借口走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。原主那时满心满眼都是柳如烟，虽然看到他眼底暗藏的嫌弃，但还是选择性的忽略。相比之下，张碧晨就大大方方的，并没有天后想象中那种高高在上。吃过饺子后，客厅沙发上，张碧晨双手接过你递来的茶水，直奔主题。林叔，我的来意在门口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客套话我就不说了，我们直接开门见山。他将一份文件推过来，作为登门寻求合作的一方，我先展示一下我的合作诚意。这份是我们公司华娱的内部资料，谈合作之前，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。你没有接，清了清嗓子，碧晨小姐，碧晨。张碧晨笑着打断，叫我碧晨就可以。好，碧晨，你从善如流。你之前说这次来不仅想要孤勇者的版权，还想和我签约对吧？不错，我和我的公司都非常看好你的潜力，所以歌我们要，人我们更要。张碧晨再度拿出一份文件，这一份是公司给你的签约合同，合同期限暂时拟定5年，分成比例为5-5分成。你的业务能力若是足够突出，公司后期还可以调整福利。签约期间公司会负责你的资源和规划，拥有你的独家代理权，具体责任和义务的明细划分都在合同里。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可以慢慢协商。你望着张碧晨有些诧异，这份合同你们公司能同意？娱乐公司开门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明星经纪合同最短3到5年，长达15到20年，但对于新人而言，前期公司需要很多投入，承担风险较大，大部分新人签订的都是超长合同。你前世合约期限就长达15年，至于分成只有3成。相比之下，张碧晨开的条件诱人至极。张碧晨没有隐瞒，公司其他艺人确实没有这么高的待遇，但我相信你的价值，所以极力向高层争取，最后才促成这份合同。张碧晨相信自己的判断，能唱好《孤勇者》的歌手有很多，但是能写出这首歌的却只有林殊。更为难得的是，林殊不止创作水平高，唱功也上乘，长相还十分出众。张碧晨紧盯着你的眼睛，自信许诺：林殊，只需要3年，只要你跟我签约，我保证3年内公司会调动一切都好资源，把你捧到天王的位置。谈判桌上的张碧晨笑得自信张扬，天后气场强大，御姐范十足。你深深地凝视他，碧晨，严格来说我们这才第2次见面，你也就听过我一首歌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张碧晨点头，目光灼灼，我信，我觉得以你的实力，只要拥有合适的团队，假以时日，你绝对能成为乐坛万众瞩目的实力天王。对方诚意十足，你内心自然也有触动。你喝了一口茶，冷静过后才道：张碧晨，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认可，但是非常抱歉，我没办法跟你签约。张碧晨笑容渐敛，说实话，此刻他觉得你有些不识好歹了。为什么？你叹口气，贵公司的确诚意十足，我不签约并不是对待遇不满，而是我目前真的对娱乐圈不感兴趣。张碧晨黛眉微皱，紧盯着你，想找出说谎的痕迹，但是却什么都没有看出来。毫无疑问，你肯定是喜欢音乐的，要不然你不会写歌，也不会进艺术学院。既然选择音乐，那么应该对娱乐圈有想法才是，怎么反倒是如此排斥呢？林殊，你能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不想进娱乐圈吗？你也不瞒他，叹了口气道：碧晨，你在娱乐圈打滚10年，想必对娱乐圈乱象丛生深有体会。林殊，我知道娱乐圈的环境确实混乱，不过我们公司作为内娱3巨头之一，拥有强大的资源以及人脉，有公司做后盾，只要你跟我签约，我绝对不会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找上你。还是你不放心周周？这个我们公司会安排保姆专门照顾，你可以专心做音乐，静待功成名就。张碧晨的场面话说得十分漂亮，可惜你的想法却没有改变。我不否认进入娱乐圈能让人功成名就，快速改变阶级跨域，但欲戴其冠必承其重。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，签约了我就失去自由，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，去哪被人围观，我不想打破平静的生活。张碧晨深深地看着你，一番话交谈下来，他发现你对娱乐圈了解颇深。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签约这么困难，毕竟他堂堂人气天后，亲自登门求财，开的条件如此优渥，却被打脸拒绝。但偏偏这人是林殊，若不是张碧晨惜才心切，早就甩脸走人了。凝眉深思了一下，他决定改变策略。张碧晨伸展了一下腰肢，玉手划过茶几的手机，食指在上方轻点2下。林殊，你今天还没看微博吧？你的视线落在那只葱白玉指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昨天在我演唱会上弹唱的视频被粉丝剪辑上传后，已经在网络上疯传。你脸一沉，立马掏出手机查看。张碧晨轻抿一口茶水润喉后，才不疾不徐地补充：我来之前你已经冲上热搜前10，以目前上涨的热度，估计现在已经冲到前5。你快速滑动手机，一目十行，越看眉头蹙得越紧。最热的话题已经冲上热搜第3，评论里除了赞叹你的，还出现不少阴谋论，有猜测你和主办方联合炒作的，也有怀疑你背景强大的。最令你无语的是，有好事网友把你拉来跟小鲜肉组合捆绑销售，并有意无意的拉踩，这下破天了。你被小鲜肉的粉丝们拉出来鞭尸讨伐，黑得体无完肤。你此时脸色黑如锅底。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张碧晨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你，这是版权申请书，你按要求注册就可以生效。你接过来打开，里面是孤勇者的版权申请书。张碧晨这回的确是有备而来。碧晨，今天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，改天请你们一起吃饭。张碧晨不满轻哼，傲娇的斜睨你一眼，我帮你这么多，一顿饭你就想把我打发了？你笑了，把文件塞回去放好。那你还想怎样？张碧晨纤腰一挺，摆出一副专业谈判的架势。林殊，你准备毕业了吧？
毕业以后你要生活，要照顾周周，总得找一份工作生存吧。既然你不想打破平静的生活，我这里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你眯起眼，你的意思是由台前转向幕后？聪明张碧晨勾唇一笑，明媚动人。以你的实力，可以做一个音乐制作人，这样既专业对口，又不用抛头露面，也能维系现在平静的生活。你妈撒着茶杯思索，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半晌后，你抬头打破沉默，碧晨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此话一出，张碧晨石头落地，身心瞬间放松。那真的太好了，你先亮出自己的部分底牌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手里还有作品，而且不止一首。张碧晨紧盯着你，目露期待。我可以先看一下吗？你食指轻点大脑，都在这里。我只可以跟你保证，每一首的词曲质量都不输《孤勇者》。砰！张碧晨激动难抑，失手打翻了茶杯。你眼疾手快的扶起，并移开文件，避免茶水蔓延。张碧晨无暇顾及文件如何，满脑子都是你的话。《孤勇者》惊艳半个乐坛，一夜之间席卷全网。现在你居然说手里还有堪比《孤勇者》的好作品，而且不止一首。宝藏歌手，妥妥的宝藏歌手。他深深的凝视你，眼波流转。林叔，我就知道没有看错你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你给他泼了盆冷水。我有几个比较苛刻的要求，如果你都能满足，我才会跟你签约。张碧晨并不意外，你既然有这样的实力，有些特殊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他深吸口气，你尽管提，我尽力满足。你点头道：第一点，我目前并不打算走到台前，只从事幕后工作，所以签约后我要隐藏身份，你要保护我的隐私，这一点没问题。到时候你可以使用艺名，你的资料我绝不对外公开。张碧晨毫不犹豫地答应，大不了签约后再慢慢游说就是。想了想，他又主动补充道：回去之后我就让飞哥联系媒体，把热搜撤下。你接着往下谈，说第二个条件之前，你先告诉我工作室开在哪里。帝都，距离华语总部不远。你思考了一下才缓缓开口道：帝都我人生地不熟，所以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在帝都给我提供住宿。我对房子地段没有要求，但不能距离公司太远，但必须在2居室以上，最好环境清幽些，方便我创作。一个人将就些无所谓，但你要照周周，所以房子起码能住下2居。张碧晨摆摆手，这些我之前就考虑到了，只要你愿意签约，食宿方面还有周周的入学问题，我都会安排妥当。你满意的点头，继续开口补充。第3点，我的音乐版权全部都要在我名下，工作室拥有我的版权代理权，但是不能享有我的著作权。如果双方解约，本人名下的著作权要全权归还，同时在合约期间，我还享有代理权的决定权。张碧晨眉头紧蹙，谈判到现在，你条理清晰，全程不慌不忙，展现出来的成熟稳重，一点都不像是这个年龄段该有的，也不知这谈判技术哪里学的。他深吸口气，抛掉这些混乱的想法。你言下之意是，你要自己创作的所有版权归属，还有代理权、决定权。打比方说，你的歌想让谁唱就让谁唱，对吧？你点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同为原创歌手，你对于版权的要求，张碧晨完全理解，但这样工作室就吃亏了，华娱那边也不好交代。张碧晨为难地看了你一眼，考虑半晌后，他给出个折中的办法。林叔，你保护原创、维护版权的想法，我完全能够理解认同，但工作室毕竟归属华娱，我们打个商量，有合适的歌曲，能不能尽量给华娱的艺人？你点头，我自然会优先考虑华娱，但最终决定权在我自己手里，公司不能干涉。张碧晨松了口气，第2点我也可以接受，这下总没有其他的了吧？你微笑着点头，碧晨天后这么爽快，我在矫情也说不过去了。闻言，张碧晨把文件收拢整理好，然后伸出右手，眼波流转，语笑嫣然。林叔，合作愉快。你嘴角轻勾，伸手回握，合作愉快。怎么样，拿下林叔没有？张碧晨前脚刚回到酒店，王浩后脚就跟上来了。什么拿不拿下的？张碧晨不满地瞟他一眼，朝沙发走去。他已经同意跟我签约了。王浩皱眉跟上去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，签的是华娱还是孤勇者的版权？都不是。张碧晨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淡定地扔下炸弹，他签的是我的工作室。王浩下意识皱眉，工作室？张碧晨点头，扯过柔软的抱枕埋进怀里。王浩实在不理解，小祖宗，你究竟怎么想的？居然把林叔签到工作室来了，华娱那边怎么交代？张碧晨朱唇一撇，冷哼道：公司高层不是不看好他吗？我现在签约到自己工作室，徐子晴和赵梦梦就不用在那里跳脚。华娱除了张碧晨外，还有走性感路线的徐子晴和田歌教主赵梦梦2个伪天后，这2人彼此看不顺眼，但同样基于张碧晨华娱一姐的地位，得知张碧晨要55分成签约新人，他们没少跑到高层那里吹耳边风。林叔的资源待遇我出，华娱那边要是提供渠道和合作，该给的分成我也不会少，要是都不给，那我就自己负责。看张碧晨的态度，王浩顿感不妙，你和林叔合同怎么敲定的？多少分成？张碧晨轻声开口，46分成。你居然开46分成，华娱才给55。王浩毫不犹豫地给他一个暴力，啊，好疼！张碧晨揉着脑门娇声痛呼，飞哥，你干什么？王浩没理会他，面色难看的数落，你脑袋被驴踢了吗？林叔不过是一个新人，你居然给他46。张碧晨一滞，他说签约的前提是满足他提出的几点要求，为了签约我只能咬牙同意。王浩气得眉毛发抖，还有几点要求？张碧晨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条件？张碧晨没办法，把你提的要求全部说了一遍。王浩沉默半晌，突然伸手探向张碧晨的额头。张碧晨皱眉向后躲，飞哥你干嘛？我看看你有没有发烧。张碧晨无语地拍掉他的手，没好气道，什么发烧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发烧你能干出这事？46分成，没有版权归属，也没有支配权。王浩被气得口不择言，他林叔是香精还是带钻？还是他给你下蛊了？你怎么能开出这样的合同？这是签约吗？这是签了个祖宗，怕王浩气出个好歹。张碧晨开口解释，林叔说他手里有质量不输孤勇者的作品，而且不止一首。王浩深深地看了张碧晨一眼，吐出一句话，所以他的作品呢？在哪里？张碧晨一噎，顿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小祖宗，你跟他才第2次见面，他说什么你就信？你当原创是大白菜啊？王浩简直悔不当初，到底是自己保护得太好，这丫头看着精明，谁知道这么容易被人骗？当初他就该抛下手中所有事物，跟着张碧晨一起上门，被数落得头疼。张碧晨烦躁地按揉太阳穴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王浩叹口气，谁的电话？张碧晨抬眸看一眼他，面色古怪，林叔的，接吧，把免提打开。王浩眯眼环胸，他倒要见识一下这林叔年纪轻轻到底
到底有什么三头六臂，能把张碧城牵着鼻子走？张碧城深吸口气，按下接听。你低沉磁性的嗓音响起：“喂，碧城。”张碧城轻嗯一声：“是我。你回到酒店没有？”“到了。”张碧城点头。“林叔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不是说签约之前先给你一首作品过目吗？”你边说边敲击着键盘，把音乐稿件整理成文档。张碧城一怔：“你的作品整理好了？”“你点了点头。”“你走之后，我专门去听了你的专辑，然后根据你的嗓音选了首比较适合你目前曲风的歌曲。”张碧城美目诧异：“你还专门去分析我的曲风吗？”米凡低低的笑声透过手机传来：“我既然说要量身定做，自然不能随便拿首歌敷衍你。这是一首励志歌曲，区别于你以往的风格，是温暖民谣曲风，非常适合你的声线。”这话一出，王浩坐不住了，这小子到底知不知道张碧城是原唱天后？演唱会上唱原创喧宾夺主就算了，现在又玩这一出，这是自持有才，打算来碾压张碧城吗？林叔，你还给我们张碧城写了歌？突如其来的男音让你好奇的挑眉。不好意思，你是？王浩清清嗓子大方道：“我是王浩，张碧城的经纪人。”你礼貌的打招呼：“画技你好。”张碧城美目瞪王浩了一眼后轻声解释：“抱歉林叔，刚才我跟画技正在商讨合同细节。”张碧城，你跟这小子讲这些干嘛？王浩根本没耐心寒暄，他现在只想搓搓你的锐气。林叔，你刚才说你写了首歌，还是为张碧城量身定做的，你就这么自信我们会用？这阴阳怪气的语气，自己哪里得罪他了？你微微皱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可大了。王浩轻哼：“林叔，你知道张碧城出道10年了吗？他的歌基本都是原创，你是觉得他以江郎才尽，还是你觉得自己写的比他更好？搞半天原来是护犊子。”你轻笑，不慌不忙的解释：“画技，你误会了，我知道张碧城是乐坛前辈，我也非常的尊重他，给他作品是为了向他证明他的眼光没错。还有就是我跟他签约的话，彼此就是一家人了，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好歌自然先给自己人。”王浩啧啧两声，怪不得张碧城玩不过你，你小子，飞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张碧城不满地打断他：“林叔，你别理他，你现在是要发音频给我吗？行，我发你微信吧。”你淡淡答道。张碧城起身，抱来笔记本，打开微信。林叔，你等等，我看看。王浩目光热切地凑过来，恨不得把屏幕看穿一个洞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歌。你发过来的曲谱除了五线谱外，还标注了歌词。这首歌叫《如愿》，歌名倒是不错。王浩不是专业的音乐制作人，但好歹在娱乐圈混迹几十年，眼光审美还是在线的。撇开旋律节奏不提，这温暖励志的歌词足以让王浩破防。这小子是真有两把刷子，打脸来的实在太快。王浩不想你得意，但又实在无法违心吐槽，只能将皮球抛给张碧城。张碧城，音乐你才是专业的，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？张碧城朱唇微抿，视线紧紧锁住荧幕，美目里洋溢着惊艳。他没有理会王浩，而是颤声道：“林叔，这首歌你确定要给我？”你颔首补充道：“这首歌适合你的声线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换一首。”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张碧城急切打断你，瞬光亮如星辰。林叔，这首歌写得太好了，仅仅只看一眼就牢牢抓住了张碧城的所有心神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希望、温暖以及安定的力量。看着曲谱，音符自动在张碧城脑海里跳跃旋转，谱成优美的曲子。张碧城朱唇轻启，不由自主的哼唱。你是遥遥的路，深夜的无力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重复的梦。天地不见得一生与你相拥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。你的手我蹒跚在牵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，我要活成你的愿，愿不完啊，愿有完啊，这生是缘。你是岁月长河，星火燃起的天空。有时仰望着，就把你唱成歌。你是我之所来，也是我心之所归。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。你的手我蹒跚在牵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，我愿活着你的缘，不忘啊，愿有啊，这生是每一别。最后我要烟火欣赏，可是你若愿眺望，孩子们啊，安心梦想，像你深爱的那样。
让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，圆你所愿的永远，走你所走的长路，这样的爱你啊，我也将尽你连见的世界，写你为诗的诗篇，天边的月，心中的念，你永在我身边，与你相约一生情长，如你年轻的脸。一口气唱完整首歌，张碧晨的眼眶已经变得湿润泛红。你真诚鼓掌，碧晨，你唱得很棒，出乎我的意料。另一边，回过神的王浩一把抓住张碧晨，难掩激动道：“张碧晨，太好听了，这首歌太适合你了。10分钟前，王浩对你的实力还是存疑的。听张碧晨唱完歌后，他对你真的刮目相看。22岁就能写出别的音乐制作人穷极一生都写不出的作品，而且还不止一首。也许真如张碧晨所说，林殊真的能跻身华语乐坛，闯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。”张碧晨闭目从歌曲的情感里脱离出来，刚才演唱时，他完全被歌曲蕴含的情感影响，随着演唱心绪此起彼伏。这首歌表达了对生命的无限热爱，以及对梦想的追求，还有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低头的那份勇气。张碧晨轻呼口气，满脸真挚：“谢谢你，林殊。”你挑眉道：“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你红火了，我能蹭的资源也就越好。”张碧晨点头，还是忍不住再次确认：“林殊，这首歌你真的决定要让给我唱吗？”碧晨，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跟我签约是不会吃亏的吧？你笑了，清澈的笑声中洋溢着自信。张碧晨抬眸和王浩四目相对，两人眼里是同样的震惊。他这是挖掘了个怎样的宝藏？张碧晨深吸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林殊，你能不能透个底？你手里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作品？你手指在桌面有节奏的轻敲，你想要多少？”言下之意是要多少有多少吗？张碧晨倒吸口气，心中不由深深庆幸，幸亏是收拢进工作室了，要是作为竞争对手，实在不敢往下深想。甩甩头，张碧晨平复心绪：“林殊，如愿能作为我新专辑的主打歌吗？”你眯起眼，你要出专辑，反正以后就是一个公司的。张碧晨也不打算瞒你，有这个打算。你也知道，我每年都会出一张专辑，今年忙着全国巡演，新专辑就推迟了。你追问道：“你新专辑计划什么时候出？”我原本打算忙完工作室后就开始筹备新专辑，现在有了你，我打算提前准备。张碧晨实话实说：“你沉吟一下，一张专辑想要获得销量，必须保证专辑里至少有一首大热歌曲，其他歌曲也不能拉垮。你手底下有备选的歌曲吗？”我之前准备了几首夏日风情的歌，但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主打歌。你点头，歌既然给你唱了，你想什么时候发行可以？张碧晨松了口气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等下我先去录音棚试音录一下小样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。两人相谈甚欢，王浩在旁边心急如焚，眼见两人连新歌 MV 都谈了，签约的事还没见提，他忍不住打断：“张碧晨 ，MV 还早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先谈一下签约的问题？你没有意见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。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，夜长梦多。”王浩怕煮熟的鸭子飞了，总之合同一刻不签，他就不能安宁。合同还没弄好，明天再签约吧。张碧晨信任你的人品，他的心已经飞到录音棚，一刻也不想等待。你补充道：“白天我要上课，晚上你们再来，那日子就这么敲定了。飞哥，你来弄合同，我现在去录音棚试一下音。”金太阳幼儿园门口车来车往，都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。你停好车，把周周从电驴上温柔抱下，俊眉星目，身姿挺拔，加上沉静内敛的气质，让你在一众婆婆妈妈中显得格外抢眼。年轻的李老师热情上前打招呼：“周周舅舅早，李老师早。”周周礼貌问好：“李老师早上好。”李老师摸摸他的丸子头：“周周真乖，你把周周交到助教老师手里。”弯腰叮嘱周周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，好好跟同学相处，放学了舅舅就来接你。知道了。周周抱紧手中的笑脸兔，奶声奶气的挥手道别：“舅舅再见。”看着他被助教老师带进园里后，你看向正在偷瞄他的李老师：“李老师，最近周周在学校表现怎么样？”声音如此低沉悦耳。李老师脸上一烧：“叶先生，周周在学校很乖的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”这样吗？那昨天周周怎么会突然跟我说不想读书了？周周性格乖巧，从来不会给你添麻烦，前段时间读书好好的，这次主动说不想上学，不排除是在学校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人，或者是导致厌学，是吗？李老师目光一闪：“园里小朋友相处都很和谐的，我们老师也会时刻关注孩子，我想这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。”你眯起眼，你没错过李老师眼底的慌乱，因为还赶着去学校，你决定先给幼儿园一个机会。我问周周原因没有说，麻烦李老师什么时候有空帮忙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吗？好的，李老师笑着点头，等下我找托班老师了解一下情况，等你晚上接人时再跟你反馈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点头，谢谢李老师，不客气，这都是应该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周周就麻烦老师好好照顾了。看着你离开的背影，李老师眉头微微皱起。江城艺术学院学生来来往往，三五成群，你刚锁好车，一只胳膊就重重地落到你的肩上。兄弟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你扭头看去，一张熬夜憔悴的脸映入眼帘。在江城艺术学院上了几年，原主自然也有要好的同学基友，眼前的萧炎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爸在江城开了一家房地产，还有好几家大型商超，具体有多少资产你不知道，但萧炎当初进学院没少托他爸的福。演唱会上那2张 VIP 票，就是原主托萧炎找的黄牛渠道。原主和柳如烟的那点破事，萧炎也是知情人。你眼瞬微眯，视线落在萧炎的黑眼圈以及颈侧那几个嫣红的印记上。这小子仗着自己年轻帅气，整日鬼混也不知道节制，也不怕将来腰不行便宜隔壁老王。你眉头一皱，当下抬脚瞄准下盘，毫不留情地踹过去，滚，臭死了！萧炎护着下身，利落一闪，我靠！
好，你小子打算让我断子绝孙啊？下手这么狠，他萧家3代单传，这一脚要是踢实了，香火可就断在自己手里了。萧炎，你又从哪个网吧还是 KTV 鬼混回来？身上胃冲得很，也不洗洗。胃冲？萧炎抬手左右闻了闻，什么也没闻到。嘿嘿，你小子该不会嫉妒吧？不顾你的反对，萧炎强行上前揽住你胳膊，苟富贵勿相忘，你那门票可是我找人买的。林叔，要是出名了，千万别忘了兄弟。你白他一眼，调侃道：你毕业后不是要回去继承家产，为老萧家传宗接代吗？可脑内多没劲啊！萧炎瞪你一眼，娱乐圈美女泛滥成灾，老子肯定要进娱乐圈做护花使者。你轻哼，都不忍心戳穿他。护花使者分明就是辣手摧花，沿途也不知道哪个妹子认出了，发出花痴的尖叫声。看，是林叔，林叔在哪里？哇，好帅啊！两人一下成为校园焦点，众人纷纷对着你们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。你完全不理会闲言碎语，淡定自如的向前走。萧炎不满的拍拍你的肩，林叔，学妹们都在叫你呢，你好歹给点反应啊！这要是叫的是他就上去签名合照要联系方式了。你波澜不惊，我跟他们不熟。萧炎一噎，恨铁不成钢，你真是白长了一张干净帅气的脸，没有半点。这时众人突然爆发欢呼，打断了萧炎的话，人群整个骚动起来。纪凌尘，是音乐才子纪凌尘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哇，纪学长好帅，爱死哥哥了。纪凌尘是谁？有不清楚情况的学弟好奇发问。华夏新歌声，你看过吧？纪凌尘就是节目的冠军，他的新歌《我的青春》还拿下了金曲榜新人奖，新戏也准备上映了。我的青春就是他唱的吗？太厉害了！你们对视一眼，萧炎撇了撇嘴，他怎么回来了？你眯起眼睛，不清楚。原主跟纪凌尘是有点过节的。大一时，华夏新歌声节目组来学校挑选参赛学员，原主和纪凌尘都获得了推荐资格，两个人不分伯仲，但参赛名额只有一个。最终面试那天，原主因为没背景落败，那个名额落到了纪凌尘手里。此时聚拢的人群自动分成两道，一名穿着国际名牌、戴着墨镜的潮流男子被簇拥着朝你径直走过来。他身高1.85米，身材匀称有力，一双大长腿落地气场全开，明星风范十足。狗腿子赵谢殷勤地迎上去：凌尘，你总算来上课了，你不来学院索然无味。纪凌尘客套一笑：赵谢啊，好久不见。两人边走边叙旧。萧炎实在看不惯，啧，这纪凌尘明显疏离，这赵谢还凑上去，真够舔的。你没有说话，毕竟出道了，没有几分架子，怎么显得他与众不同？离你还有几米时，纪凌尘顿住脚步。赵谢阴阳怪气的开口：哟，这不是我们未出道就喜提热搜的林叔吗？怎么，你也是来迎接我们凌尘的？萧炎的暴脾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。赵谢，你敦煌来的吗？一天天壁画这么多，你爱怎么跪舔纪凌尘没人拦着，但是麻烦你别拖我们林叔下水。赵谢眯起眼，萧炎，你说什么？就说你怎么了？萧炎不屑一笑，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算什么鸟？看着就让爷反胃。萧炎打心底看不惯赵谢这种踩高捧低的货色，林叔可是他兄弟，看不起林叔，那就是在跟他萧炎过不去。狭路相逢，火花四溅，人群立即骚动，有好事的男生还吹口哨起哄，哥们上，打起来打起来！同学越聚越多，以4人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圈，有不少学生拿起手机拍下这一幕发到了学校论坛，帖子直接置顶，论坛瞬间就炸了。赵谢瞥一眼周遭，决定略过嘴炮的萧炎，调转火力集中对付你。林叔，你躲在那不吭声是怎么回事？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，不就拖张碧晨的福上了一次热搜吗？凌晨一直以来可都是凭实力自己上的热搜，而且你在热搜榜上只待了1天，凌晨可是连着上了3次，加起来整整挂了1周。你的热搜确实只挂了1天，倒不是微博的话题热度下降了，而是王浩按照你的意愿找关系撤下了。不过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你自然不会拿在大庭广众四处分说。你虽然低调不惹事，却不代表你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别人指名道姓的贬低，你自然也要回怼。赵谢，我上不上热搜你怎么这么关心？你语速不快，但却句句暗含讽刺。你有这个时间关心我，不如趁年轻多动动生锈的脑子，写一首原创热曲出来，也好让自己有生之年上一次热搜。萧炎拍拍你的肩，疯狂嘲笑：林叔，你这多损啊！赵谢要真有原创的天赋，还会在这里逼逼赖赖。原创可不是大白菜，人人都能随手创作。说到这，萧炎还意有所指的看向纪凌尘。有些人即便是歌手出道了，也只能老歌翻唱，或者演唱别人写的歌，是没本事自己原创的。纪凌尘目光一寒，心头怒火顿起。明眼人都知道萧炎影射的就是他。他当初参加华夏好歌声节目时，就是靠老歌翻唱拿下的冠军。我的青春也是公司买的歌，并非纪凌尘自己写的，所以至今为止他是没有原创作品的。但萧炎并没有指名道姓，大庭广众之下，纪凌尘要是跳出来反驳，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没有原创能力，反而显得格局小。所以他即便心头不爽，也只能咬牙沉默。好在赵谢比他沉不住气，原创又怎么样？拿奖了吗？赵谢不屑一笑，凌晨那首《我的青春》可是拿下了金曲奖新人奖的，经过官方认证的歌才是实力的代表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话音刚落，立即有学妹附和：就是，纪学长才是最棒的，只有我觉得孤勇者更好听吗？纪凌尘太拽了，我是平凡人，我支持林叔。围观人群分成了3大阵营，支持林叔的，支持纪凌尘的，还有煽风点火看热闹的。众人各执己见，吵得不可开交。眼见事态越演越烈，纪凌尘总算找机会开了金口：大家都别说了，都是同学，别伤了和气。萧炎冷哼：虚伪。赵谢辱骂林叔时，第一时间不见他吭声，这回冒出来当和事佬，倒是会维护友善人设。纪凌尘视线扫过萧炎，最后落在淡定的你身上，他客套一笑：林叔，好久不见，先恭喜你上了热搜，都是运气罢了。你浑不在意的挥手，再说上热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花点钱就可以上，不值一提，用不着恭喜。你其实说的是真话，但在纪凌尘看来却是无形的挑衅，因为当初他能上热搜，公司背后就是花了不少钱买的。你对热搜的不屑一顾，显得纪凌尘花钱买的热搜尤为廉价。虽然心头极度不爽，但是他还得在众人面前维持人设。纪凌尘笑了笑，笑意不及眼底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张碧晨可是华夏人气天后，你不只跟女神幸运同台，还有幸跟她一起上了热搜，运气不是一般的好。话里话外都是在说你在蹭张碧晨的热度。萧炎看不惯他的阴阳怪气，直言道：纪凌尘，你不是拍戏吗？怎么突然回校了？我的戏份已经杀青了。
回来准备毕业。萧炎惊讶道：“你的学分在外修够了吗？”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是可以在外修学分的，前提是专业对口，加上导师和校长同意。当然，积分也不是那么容易修的，必须得在外有所成绩。纪凌尘谦虚一笑，拿了新人奖后就够了。凌尘，你谦虚什么？狗腿子赵谢又忠诚地跳出来，我可听说了，是系主任专门打电话邀请你回来，在毕业晚会上现场我的青春的。赵谢得意地看向你，林叔，你虽然上了热搜，但不代表你就是这届学员最红的人。凌晨才是那个在毕业晚会压轴亮相的唯一人选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惊呼。这么说，纪凌尘是回来毕业顺便压轴的？纪学长好棒！江城艺术学院创办至今已35年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每届毕业典礼压轴亮相的都是当届最优秀的学员，他们最终都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亮，所以能在学院压轴亮相，等于获得学院的肯定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周遭的恭维以及艳羡的目光，极大的满足了纪凌尘的虚荣心。他嘴角上扬，谦虚一笑，不信谣不传谣，我这次回校确实是被邀请回来为晚会现场的，也非常期待能压轴亮相，但这一切都得看院校领导的决定。如果压轴名额真的落在我身上，凌晨一定好好表现，不会辜负众人的期望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萧炎听得直翻白眼，明明对压轴名额胸有成竹，搞不好都直接内定了，嘴里却还说着虚伪客套的话，没意思。这点你倒是无所谓，一个晚会压轴而已，并不能代表什么，你也不感兴趣，你只想平静的毕业。你的波澜不惊，让暗自观察你的赵谢忍不住开始讽刺。凌晨，你压轴亮相才是众望所归，除了你，谁还有这个资格？赵谢挑衅的看向你，还是林叔，你觉得自己比凌晨更适合？你兴趣缺缺，我对晚会压轴没兴趣。赵谢一脸得意，看来你挺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没资格跟凌晨竞争的。你还未说话，萧炎就忍不住帮腔，赵谢，你属狗的吧？逮着咬不松口了是吧？赵谢怒极，冲萧炎咬牙切齿。萧炎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就在这紧张时刻，一道严厉的骄喝划破高空，你们不去上课，都聚在这里吵什么？熟悉的声音瞬间让全场侧目，一个面容精致的美女老师环胸站在外围看着众人。冯娇，最美教导主任，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声乐老师。人群自觉地划开一条道，冯娇把秀发往颈后一撩，抬脚踩着10寸高跟从通道穿过，沿途留下一片馥郁香气。冯主任早，冯主任好。冯娇杏眼半眯，视线环绕一圈，最后落在你们身上。你们4个在这干什么？冯娇出现时，纪凌尘早已挂上伪善的面具，他主动站出来轻描淡写的解释，没什么，冯主任，我就是刚回校，路上恰好碰见林叔，就多聊了几句。冯娇定定地看着你，林叔是这样吗？你简单颔首。冯娇点头看向纪凌尘，纪凌尘，我刚才路过文艺部，李主任有事找你，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走吧。谢谢冯主任，改天再请您吃饭，我先走了。纪凌尘意味深长地看了你一眼，这才错身离开。凌晨，等等我。赵谢抬腿跟上去，离开时不忘狠瞪你们一眼，并竖了个中指。可惜你完全无动于衷，赵谢在你眼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跟他计较岂不是丢了格局？这边冯娇看着还舍不得散开的人群，娇声厉喝，你们这些人还愣着干什么？是不是都想去教导处喝茶？统统都给我解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冯娇长得再美，她也是教导主任，威严还是在的。众人瞬间作鸟兽散，你和萧炎也打算跟着人群后离开，却被冯娇喊住，林叔，你等等。你和萧炎对视一眼，冯主任，您叫我有什么事？冯娇上下打量着你，目光将信将疑，眼前这个年纪轻轻的学生，真的能写出那样惊艳的曲目吗？林叔，昨天方静给我转发了你的视频，那首《孤勇者》真的是你创作的？方静是你的导师，对原主一直很照顾，你斟酌了一下，版权我昨天已经注册了。冯主任怎么了？还真的是他。冯娇以前只知道你嗓音不错，长相也干净，但因为性子安静不喜冒头，所以也没怎么留意你。没想到你不仅创作天赋高，唱功也十分扎实，简直让冯娇惊为天人。《孤勇者》非常不错，不管是谱曲还是填词都极好，我跟方静都很看好你。你礼貌的点头，谢谢冯主任夸奖，多亏你们的教导，学生才有今日的成就。相比圆滑嘴甜的纪凌尘，冯娇还是看谦逊的你更顺眼，这样的天才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。他鼓励的拍拍你的肩，留给你一句似是而非的话，林叔，好好加油，其他的我和方静会尽力的。看着冯娇离开的美丽背影，萧炎轻撞你的肩膀，林叔，冯主任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斜睨他一眼，我们一起听的，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？话落，你继续往教学楼方向走。文艺部，纪凌尘敲了敲门，李主任，你找我？凌晨啊，快进来。李维德，文艺部主任，同时也是纪凌尘的姑父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随意就可以。纪凌尘走过去，坐到真皮沙发上，直接翘起了2郎腿。李维德视而不见，只是关切的问候，怎么这么久才到？路上碰到个挡道狗，所以迟了点。李维德疑惑，学校哪来的狗？纪凌尘没解释，直接说道，姑父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李维德慈爱的看着他，这不很久没见你了吗？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忙不忙？戏刚拍完，月底还有个选秀节目要上。纪凌尘想到什么，一下坐直了身子，姑父，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，到时候我经纪人也会来，你这边可别出了差错。李维德笑了笑，放心，有姑父在，你压轴跑不了。那就好，得了李维德的保证，纪凌尘神色又放松下来，上了热搜又如何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热度。毕业的舞台上只有一个王，就是他纪凌尘。江城艺术学院多媒体会议室，院校领导正襟危坐，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毕业典礼。校长林正阳扶稳金框眼镜，清了清嗓子，李主任，离毕业就剩几天了，毕业晚会你们筹备的如何了？李维德笑了笑，站起身来，我们文艺部经过商议后，从原来的25个节目缩减至20个节目，众人都在认真开会，会议桌尽头却有个男人在百般无赖的玩手机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王思年，娱乐圈知名的音乐制作人，为娱乐圈众多天王天后都写过歌，也为不少影视剧制作过主题曲，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。林正阳欣赏他的才华，高薪聘请他来做音乐客座教授。这次会议他也是被林正阳拉来的。王思年正觉无聊之际，圈内同行刀光给他发来了一条微信，思年，我看到一个极具才华的年轻人，他的词曲简直是惊为天人，相信我，点开后你绝对会惊艳。王思年微微挑眉，露出玩味的表情。刀光也是王牌音乐制作人，2个人时常聚在一起探讨作品，能得他极力推荐的，自然不会是什么粗糙烂造的曲目。王思年
瞬间来了兴致，环顾一圈，见无人注意自己，王思年调小音量，直接点开了视频，赫然便是你在演唱会上唱歌的视频。视频总共不到5分钟，但每一秒都让王思年心潮澎湃，他忍不住沉浸其中，反复循环播放。另一边，会议还在进行，李维德在台上唾沫横飞。这一届的学员比上届的要优秀不少，尤其是纪凌尘，不仅在大一就拿下了华夏新歌声的冠军，新歌《我的青春》更是拿下了金曲奖的新人奖。为了这次晚会能完美落幕，我特地邀请了纪凌尘回来为晚会现场。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，我决定让他压轴表演。冯娇黛眉微蹙，开会之前他答应了方锦，要尽力为你争取压轴的名额。往届毕业晚会的压轴名额都是在晚会前3天全体领导投票决定的，可是看目前的情形，李维德这是打算直接敲定人选。不行，冯娇正琢磨如何提出有力的反驳，林正阳却突然咳嗽2声。王教授，你也是演艺圈的，有听过《我的青春》吗？冯娇随着众人的视线看向会议桌尽头，林正阳见王思年没反应，又加大了音量。王教授，王教授。王思年如梦初醒，这才发现会议不知何时暂停了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他身上。林正阳早就注意到了王思年的异常。王教授，你才刚看什么看得这么入迷？王思年深吸口气，眼里大放异彩。刚才圈内的同行给我推荐了个演唱会的弹唱视频，实在太惊艳了，我直接听入迷了。演唱会？冯娇眼睛一亮，那个王教授，不知道你刚刚听的是什么歌？王思年说道。孤勇者。果然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冯娇眨眨眼笑道。王教授，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？好，写得太好了。王思年耐不住激动的夸奖，尤其是副歌，我跟词曲打交道了10多年，也算在创作圈内小有名气了，但以我目前的水平，自认再过10年甚至20年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静默。林正阳最为诧异，王思年是什么人？他音乐造诣在整个业内本就是属于顶尖水平，他创作的词曲内涵深度都不缺，一出手就是精品，完全不是市面上那些流量歌曲可比拟的。这首《孤勇者》到底有何魔力，居然让王思年如此自愧不如？眼前的场面正是冯娇想要看到的，他勾唇一笑，眉眼俏皮得意。王教授，实不相瞒，这个弹唱的男生其实是我们学院的学员。王思年震惊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年轻人是江城艺术学院的学生？是的，他叫林舒。王思年的心思瞬间活络起来，有才华的后辈可遇不可求，他心里自然是有点想法的。那首歌真的是他创作的吗？冯娇点头，我今天早上才问过他，他说歌曲版权他已经注册了。看着两人你来我往的聊天，李维德开始急眼了。明明会议进行到这里，纪凌尘的压轴名额应该敲定了，居然临头一脚出现了这样的变故，他赶紧轻咳2声拉回众人注意力。林校长，现在不是在讨论毕业典礼吗？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讨论。冯娇哪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他直接站起身，将今日真正的目的摆到明面上。李主任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跟毕业典礼并不冲突，我提议今年的毕业压轴名额给林舒，让他来演唱《孤勇者》。王思年迅速附和，眼神流露出期待，我觉得完全可行，我也想现场听一次《孤勇者》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完全没有想到今日的会议会出现这样的反转画面。李维德直接厉声反驳，荒唐，我不同意，我承认林舒的《孤勇者》确实算首好歌，但是纪凌尘的《我的青春》比他更好。纪凌尘有冠军头衔，有上榜作品，有火爆的人气，还有奖项傍身。林舒有什么？就这么一首普通的原创。普通的原创，这话王思年可不爱听，他不屑嘲笑。金曲奖，华夏的官方榜单一直欠缺客观公正，金曲奖更是其中之最。一个新人奖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？王思年的作品是斩获过众多国内外大奖的，因此他完全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李维德一时语塞，竟无法反驳。冯娇见状微抬下巴，再添一把猛火。人气，李主任，你知道林舒弹唱的视频有多少播放量吗？李维德不以为意，演唱会才过去2天，播放量能有多少？最多也不过1000万。冯娇轻笑，伸出右手张开在众人面前轻晃。李主任，是这个数。李维德不屑一顾，也不过才5000万。冯娇面不改色的纠正，错了，是5亿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李维德脱口而出。林正阳面色也有些狐疑，冯娇，你确定是这个数据？冯娇点头不疾不徐的补充，单个网站没有这么多，但是全网加起来，林舒的弹唱视频播放量突破了5亿，而且数据还在疯狂上涨中。林正阳沉默了，学院也有自己的官方账号，经常剪辑院校活动或者学员的表演来进行宣传，正常的视频播放量差不多在几十万左右，好一点的也不过200-300万点击，5亿是什么概念？林正阳有些头疼，先散会吧，压轴的事我再想想。林正阳一锤定音，珍馐私家菜馆，坐落在老城区的一座100年洋房里，自带复古滤镜，环境非常私密优雅。你还是第一次知道老城区有这样美丽的地方。在服务员的指引下，你牵着周周找到了张碧晨所在的包厢。张碧晨和王浩早已等候多时。林舒，你们来了。你点头，看见张碧晨，周周兴奋的两眼发光。碧晨姐姐，张碧晨招呼她过来坐。周周过来，跟姐姐一起坐。你松开小丫头，朝王浩走去。油光澄亮的大光头，眉眼略带沧桑，但透过五官仍可窥见昔日风华。你主动伸手，你就是业界大名鼎鼎的画技吧？我叫林舒，王浩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经纪人，叫我飞哥就行。王浩大方回握，眼里都是欣赏。之前他只是在演唱会上远远见过你，眼下近距离观看，才知道你的五官非常帅气，不是那种奶油小生的娘气，而是轮廓分明自带英气，男女都觉得顺眼的类型。你礼貌的笑笑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有，我们也是刚到不久。我们是先签约还是先点菜？你礼貌的问道。王浩毫不犹豫的开口，那肯定是先签约啊，你也没有意见，先看合同吧。张碧晨点头，拿出准备好的合同递过去。林舒，合同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拟好了，
你过目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问题。你接过合同，我看看先。关于艺人合同，你可以算是已经非常熟悉了。经纪公司的合同中有很多坑，稍不注意，艺人就被合约拿捏了。所以你看得很认真，没有丝毫遗漏。张碧晨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你真正的价值，所以并没在合同上偷摸做什么手脚。你看了2遍，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合同我仔细看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张碧晨笑了笑，递给你一支笔，既然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合同签约。签约的流程很快，一式2份，各自签名，公章一盖，你正式成为张碧晨工作室旗下的艺人。签约顺利完成，王浩心头大喜，给2人各倒了一杯香槟。林叔，欢迎加入我们这样的场合，我们必须得干一杯。你接过酒杯，和张碧晨对视一眼，酒杯默契轻碰，合作愉快。张碧晨半眯着眼，觉得签约后的你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这时你也是问道：碧晨，昨天的小样录的怎么样？张碧晨勾唇轻笑，眼角明媚自信。我朋友那的录音室设备没那么齐全，所以我只是简单录了音，效果还不错。他翻出一个 U 盘递给你，这是我昨天录的小样中最好的一个版本，你把 U 盘收好，我回去听过后再给你意见。王浩拍拍你的肩，兴奋道：林叔，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张碧晨了，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一样。之前张碧晨只是清唱，效果就十分惊艳，加入伴奏后，整支曲子立马鲜活了。王浩有预感，新专辑绝对大卖。王浩嘿嘿一笑，不过转而就有些惆怅起来，但是时间确实太紧了，光靠碧晨自己原创剩下的可能有些赶。说完，他还有意无意的看了你一眼，你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来之前你就有所准备。张碧晨如此相信自己，给自己开出的条件也是好到离谱，你自然也要拿出一点诚意来。你伸手拿出手机，手指轻点几下，碧晨，我又发了一首歌在你微信上，你看看吧。闻言，张碧晨惊喜不已，他迫不及待的拿出手机来。一旁的王浩也是激动的不行，没想到你这小子这么懂人情世故。他赶紧凑到张碧晨身边去，我也看看。张碧晨看着手机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再一次被上面的内容狠狠吸引住，同时他也忍不住再次开口唱了起来。废话不多时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。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？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？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让 baby 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一曲唱罢，张碧晨久久回不过神来，一旁的王浩早已痴呆，此时恨不得将你直接摆在祠堂供奉起来。经过这个插曲过后，他的心情愈加的好，突然对即将发布的专辑充满了信心。听说江峰新专辑也准备出了，已经在微博预热了。这小子跟张碧晨撞档，不知道到时候销量怎么样。闻言你问道：江峰是哪个？江峰是欢艺的偶像天王，虽然走的偶像路线，但是实力在新生代里算是不错的。张碧晨解释道：欢艺江峰，你想起来了，前2天在音乐平台扫榜的时候，就曾在排行榜上看过江峰的名字，是唱相信自己的那个江峰吗？就是他。王浩凑近你，满脸八卦。3年前江峰曾跟碧晨合作过公益，媒体采访时当众说张碧晨是他理想型，事后还花了不少钱买通告炒 CP。王浩说到这声音微微拔高，有些幸灾乐祸，只可惜巨石入海，一丁点水花都嘶。王浩倒吸口气，捂着脚痛呼：张碧晨，你踢我干嘛？下脚这么狠，你没事说这个干嘛？张碧晨瞪他一眼，鬼使神差的对你解释：林叔，你别听飞哥胡说，我跟江峰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能说什么？只能沉默的笑笑。张碧晨换了个姿势：林叔，你是不是快要毕业了？后天毕业。你回答道。一直安静的周周突然举手插话：舅舅，那这2天我能跟碧晨姐姐在一起吗？我保证会乖乖的，不吵碧晨姐姐工作。张碧晨摸摸他的头，带你没问题，不过你不用上幼儿园吗？周周今天退学了。你接过话茬，把今天发生的事简单解释了一下。原来周周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，但是对方的家长有权有势，所以学校老师就打算瞒天过海，谁知道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一气之下，你直接带着周周办理了退学，那名老师也受到了学校的处分。这幼儿园的老师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。王浩听得气愤不已，你叹口气，帝都那边我不熟，到时候周周入学的事就麻烦花季多费心了。你放心，这是包在我身上，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王浩大方应承。张碧晨
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对了，林叔，你注册微博没有？还没有？怎么了？你回去就用艺名注册一个，我们等下要发微博官宣成立工作室，顺便为你造势和给新专辑做个宣发。这是张碧晨和王浩商议后决定的，3件事接连官宣，会呈现叠加效应，新专辑的预热效果会更加炸裂。你点头，那我回去注册了就发给你。闲聊的功夫，菜陆陆续续的端上来，菜品摆盘精致，色泽金黄，看着很有食欲。周周直勾勾的盯着扇贝，眼馋的不行。碧城姐姐，我想吃扇贝。张碧晨给她挑了个最大的，然后细心叮嘱，小心烫。谢谢碧城姐姐。小丫头用勺子挖了一勺，呼呼2下送入口中，入口就被惊艳了。碧城姐姐，你快尝尝，这个扇贝超级好吃，是吗？我也试试。张碧城夹起一个轻咬一口，口感确实不错。